电商大小事，带你了解最新电商事，跟你分享9月16到9月22的3则电商大事。第一 ，YouTube 跟虾皮合作进军印尼。虾皮与 YouTube 合作，让 YouTube 可以透过影片来推广虾皮的商品。这个计划未来将拓展至泰国跟越南。那这个合作将使品牌获得好处，那就你虾皮卖家对不对？然后有 YouTube 在帮你推这样。那对于其他电商平台就会形成竞争的压力。第二，世界遗产饭店 KKday 也订得到。KKday 与日本订房平台JALAN JALA 是不是让台湾的消费者可以在 KKday 订购日本上万间饭店，甚至包含世界遗产饭店。这样的消费体验可以提升非常的多，就是 KKday 的地位会变强了，并且 KKday 可能会推出更多组合方案来增加这个销售机会。第三，美女网红的 IG 追踪暴增近9万。网红应承在台北大巨蛋看棒球的时候，现场换穿球队服装，导致 IG 追踪数暴增，也让他未来有更多业配合作的机会。记得关注加爱心，我是电商 Tony 陈，你以后做电商会用到。如果你是第一次看这个影片，我这个节目会跟你分享上周在电商领域发生什么有趣的新闻那我会挑出3个我觉得重要的，并且跟你分享我对这些新闻的看法，让你轻松掌握电商脉动。这一集我们讲的是9月9号到9月15号所发生的电商新闻。第一个新闻 ，YouTube 跟虾皮合作进军印尼。简单讲一下这个新闻这个标题叫做 YouTube 携手虾皮进军印尼网购市场。就虾皮跟 YouTube 东南亚在那边合作那 YouTube 可以在影片中推广虾皮商品，然后观众完成那个点击购买点到虾皮去购买以后，YouTube 将会获得分润，然后这个分润还会再分部分给那个创作者，就那个拍片的人这个就 affiliate 嘛，这就分润嘛然后现在是 YouTube 跟虾皮的强联手，这项业务会再扩及到泰国跟越南我是这样看的老实说蛮屌的，真的是蛮震撼的。这个合作如果达成的话，对电商平台来说会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但对品牌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利多那个 YouTube 一直在推购物我们台湾其实也有动作，像那个 Cyberbiz 我们都有收到一些合作的不好处理就很麻烦的邀约我们这种跟超大平台合作在台湾目前应该也没有几家有这个经验这个是一个利多。我说对品牌来说为什么？你这样想YouTube 上本来就有很多那个创作者会怎样，会拍开箱影片那当你很废很小的时候品牌主不理你嘛但如果这个分润给他开下去以后，未来这些创作者在拍开箱影片可以直接放虾皮的连结，然后观众就可以透过连结直接点去购买产品那这样子创作者可以分得到钱。其实这个东西也不是潜力，这现在就有啦。大陆讲博主啦我们博主 UP 主我们就讲做 YouTuber 他们就会拍开箱嘛，然后他们开箱也不一定是实体商品他可能是开箱一些好用的软体，然后他说什么购买链接放在资讯栏什么有没的不就这样嘛？那也是一种分润那现在只是把这件事情弄成自动化，然后先从实体的商品开始。而且 YouTube 这个我补充我自己在那边看YouTube 要开一个新的专区叫课程，真的是课程付钱才能买的课程那他要解决的事情是，你现在在 YouTube 学东西很破碎嘛，支离破碎，这边讲一点那边讲一点，然后不同人这样，然后他可以让你直接录制课程然后之后上线以后是付费，就像那个 YouTube 的会员费那样，付费刷牌以后才看得到，界面我都看到了，就是打开之后像一个播放清单一样，一集一集这样排下来，然后第一节课第二节课你可以自己去处理。那当然刚开始只会开给那个合作伙伴嘛，就是说你4000个观看时长1000个订阅，现在有降低啦，什么500个订阅之类的，总之就是不是一个阿猫阿狗上去开都行但这确实可以让一些小众就是小众的 YouTuber 像我这种然后就开始比较就不会只是单单要依靠广告收益或业配而已而是直接在 YouTube 上去做课程那我想这个是可以的，因为老师有名都是在 YouTube 上有名嘛，然后现在不是都把他拖出去外面买课程不用接下来就直接在 YouTube 上，然后听说还有笔记功能还有问答集什么有没的还不错啦北美在测试当中开到我们这个台湾应该还蛮久的，
你基本上你可以预期大概2年，那一旦好了以后，很多的网红，那他们要卖课程，不就直接在 YouTube 卖？虽然我会看现在他们也会拖出去卖，一堂课程的制作是复杂的，有各种制作公司啊，什么他们要分啊，什么没的。课程先讲到这边总之啊，我们未看先猜未来的开箱影片会怎样暴增，而且测评一个比一个还要厉害一个比一个还要专业，因为他知道他讲的越清楚那就会有越多的消费者会来下单，所以品牌就会端出非常多测评影片来做宣传，因此电商平台就会被打中了因为 YouTube 一定叫大家就直接底下就导购。你要看 YouTube 导购现在台湾的范本就是你去看老高的频道就是讲外星人跟他一个很漂亮的老婆那个讲外星人你点开底下就直接带商品你可以点连结去哪里。这边就有一个技术的细节，它是导到外面去，它不是说 YouTube 自己做购物网站，你就直接在我这里刷卡，不是，它把你导出去。那我们随便讲，就10个 YouTube 来做开箱，然后每个带货100只手机壳到虾皮就好了。未来就我说跟那个虾皮竞争的电商平台啊，比方说台湾就某某嘛那直接它就会少1000只手机壳的营收，对不对？就变成说 YouTube 轻点谁合作那谁的营收就会暴增那 YouTube 没跟谁合作，谁就会那边就被抢走所以有点硬，对于电商平台来说是有点可怕的。来，第二个新闻，世界遗产饭店 KKday 也订得到 ，KKday 与 Jalan 合作这我不会念了就日本的一个牌子简单讲一下这个新闻KKday 与日本订房网站 JALAN 合作那现场可以直接在 KKday 上订购日本上万间饭店，还可以订到特色住宿跟世界遗产饭店，就合掌村。我看他那个图片上是合掌村我是这样看这新闻好球又是一个好球你也知道台湾人超爱去日本，对不对妈的已经进化到穿拖鞋去日本了穿拖鞋去搭飞机这样那现在这个 KKday 除了帮你处理景点门票以外，现在还可以做到饭店的系统串接，让你直接在网站上面连饭店就一起订好，不用那边搞一些有的没的 app 什么门票要看哪个 app， 饭店又要看另一个Booking.com 什么没的都不用，就 KKday 消费者体验会拉得很高。我未看先猜，它未来应该会推出很多电商用的那个促销方案，什么红配率、加价购之类那比方说啦，就是你买某某饭店的住宿票券的时候，他就跑一个选项问你说，那你要不要加附近景点的门票、附近的餐厅定位这样的话只要几折之类的，很合理啊，对啊，那一定卖得动啊。后来第三个新闻美女网红 IG 追踪暴增近9万人，美女网红大巨蛋脱衣 IG 追踪暴增近9万，名嘴痛批真的是侮辱棒球。现在妈谁看棒球？现在不是都去看啦啦队的嘛？然后这个很厉害他不是啦啦队他是那个观众然后你们拖，然后被拍，然后那个 IG 就被 po 出来。好，简单讲一下这个新闻一个网红IG 网红叫应成，在台北大巨蛋观看味全龙棒球比赛的时候，直接在观众席上脱掉上衣，并换成味全龙的球衣，不是那种看起来很低级、很情色，就是看起来像是那个模特儿、时尚模特儿要拍的那种内衣款式。好，然后就被人露出来了 ，IG 追踪暴增近9万那我是这样看这新闻我刚才上去看他 IG， 目前已经暴涨到12万了然后出来骂的名嘴也被呛了我截给你看，很好笑。名嘴不是说侮辱棒球，然后下面说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然后还有那个。道德在哪里？尊严在哪里？连结在哪里？下次比赛在哪里？还要再去看就是这样。然后底下还有一个什么男生当众换衣服，你也要赶出去吗？同等对待，两性平，男生你爱换就换，就是对啊。这个我就讲图在哪里我来帮大家研究一下。你看以我们电商的角度来看这个网红真的是蛮聪明的。反正你要看图你就打那个关键字叫大巨蛋脱衣。或者叫应成这样就有了。他是商人，这个网红是商人，因为你去看他 IG 第2波团购开始咯，直接就对，他是商人，他要流量就是这样他刚好长得漂亮，然后胸部很大，然后他就会用这些来吸引流量就对了。我觉得是 CP 值超级高不然你想要红，你各种的制作成本都蛮高的嘛，对不对？知识型网红，他的成本是被抓去关或罚款，然后他这个就是脱衣就搞定了，真的是
人正真好我帮你把它截出来，反正就是 IG 啊的9宫格嘛然后你看他自从脱衣了以后，这里面就有那个脱衣的照片脱衣之后还摆个 pose 拍照然后旁边的那个女生旁边其他观众女生在笑，然后后面的那个男的在假正经你看直接就接着第2波团购开始。好，那我们来对比一下，他之前还有第一波的时候，他 po IG 他的爱心数是2800，他拖完以后第2波团爱心数变4100。哎呀，你看拿到一堆流量，就这样一拖那2800到4100爆红前2800，然后中间左边这个就是脱衣照，所以我说他不是看起来很情色很低级嘛，他就是都准备好了，穿了一个很漂亮的内衣，然后没脱给大家看，这样4100的爱心，这个是爆红一次而已呢，然后它的业配成效直接剧烈往上提升了将近1倍，然后你看它一般的照片一般的照片怎么样？好，现在爱心跑到4.5万，就没有要业配了只是 po 的，它爱心跑到4.5万。现在年轻人真的都用 IG 就只有那些政治老人还在用 FB。你看黄国昌他不是都说什么看他 FB 什么，他就没说看他 IG， 可是年轻人真的都在用 IG 所以他未来跟厂商提案的时候会变成怎么样？这都筹码他4.5万个爱心这个筹码，这很好提。你看他有上过新闻然后曝光效果这么强，因为新闻现在要报他，都把他的那个脱衣美照大胸部直接拍出来这不是帮广告。我说真的，我是厂商真的可以找他合作如果是那个男性向商品的话，找他合作没有问题。我相信这4.5万颗爱心里面，总不会有9成是女生嘛？不会嘛？4.5万，我看至少4万个猪哥嘛其中就有我这样。你厂商业配男性向这个很明确这没有什么问题我们整理一下9月16号到9月22号的3件电商大事。第一 ，YouTube 跟虾皮进军印尼要做导购连结分润。第二，世界遗产饭店 KKday 也订得到了KKday 它也归电商就是它虽然不是卖实体产品，但是它也是在网络上完成销售，卖体验跟服务其实这个东西更难你什么都没有，你就要付钱，你知道第三个，美女网红的 IG 追踪暴增近9万。讲八卦我来讲一下啦啦队那个棒球的啦啦队。好，这个目前已经是兵家必争之地了我说商业行为上兵家必争之地虽然这个啦啦队是吃青春饭的职业，但是它基本上可以视为什么进演艺圈的门票，你不觉得吗？目前台湾的啦啦队商业发展都还不算很成熟，我自己看的我建议有钱的品牌商通路商可以现在怎样趁乱冲进去认养我说是认养啦啦队，不是包养就是你在不红的时候给他一些业配案子，他业配案子也不用干嘛，就比方说那个纹身贴纸我乱讲某某好，他就把它弄在这个胸部这边然后就拍照比个耶 IG 耶这样你就给他钱给他也不用多什么2000块3000块5000块这样就好了。好，为什么他们不红嘛你就给他这些案子然后开始陆陆续续绑定未来以后的，你要是红了以后的一些限制就对了，到时候你要便宜给我了你不要乱翻脸不认人之类的像百货公司就非常适合做这种投资。为什么？因为啦啦队其实你看很多新闻也是知道他们基本上不怎么赚钱甚至是有一顿没一顿的状态，所以在没案子的时候你就去喂他案子。我说百货公司绑定未来深度合作的机会，比方说到时候又要开一个什么百货不是有很多祭典嘛，有没的，好，那你就来帮忙站台之类，怎样都行嘛。那这个在未来换算起来都是划算。你看现在的那个什么君他那么红了，你现在才要去找他一定贵的那在他们要红不红的时候就去绑定一些未来合作的伏笔那都是划算的投资。问题就在啦啦队那么多，我怎么知道绑谁？所以你要用便宜的方式处理，比方说你就发纹身贴纸就这样这个最便宜，然后你就 IG 拍个美照比个耶，好，这样就算为什么我说啦啦队在台湾商业上现在还不算成熟嘞因为球团就不是专业做生意的嘛，就真的不是嘛球团他就不是很懂一个素人变成明星，他中间要怎么去操盘出最多的商业价值。所以往往红了以后，这些你看这个啦啦队会怎样跑掉，对不对？跑掉之后他就有自由之身到时候怎样身价大涨。
那都跟球团没有关系。而且现在那个啦啦队跑掉离开球团，好像都没人感谢的呢，都觉得说是球团的合约限制了他们这样。我建议可以跟那个演艺圈经纪公司观摩学习一下，甚至演艺圈经纪公司早就介入这个球团的营运了不然你看传统上艺人红了之后跑掉，这个对经纪公司来说都是一个很沉重的打击，因为红这种事情是玄学这个硬操盘是操不出来的就是玄学那突然红了，他其实也不知道谁会红他可能花资源他捧另一位，然后结果是一个不起眼的红了以后大红以后，你自己看看他跑掉了，那对那个经纪公司来讲，他赔很多钱就是这样，至少他少赚到非常多的钱。所以对经纪公司来说，我说演艺圈经纪公司来说，他们一定有什么，一定有防堵他红了之后跑掉或不配合等等的商业策略那我看球团呢，现在的反应都有点菜几乎是啦啦队想来就来，想跑就跑。你看那个张开双手欢迎韩国啦啦队然后那个自己的啦啦队员其实一直换红了那几个就算了，然后红了几个会换对不对什么统一狮到魏全龙那不红的真的是一直换那结果啦啦队的球团他们也无法保证这些啦啦队员的日常收入，很多新闻嘛很多八卦可以看，变成说那些啦啦队就私下跑去接商演的案子也是层出不穷，然后球团要出来罚这都说明了球团在管理啦啦队上的管理，第一个力道不高，第二个经验不足，那就是说明了台湾啦啦队这门生意目前还处在早期阶段那这个就是有钱的品牌商可以见缝插针的时机像是男生商品什么电脑包、汽车用品就很适合找啦啦队代言，你不觉得吗如果我是个有钱品牌商的行销主管，那我真的会去做这件事情那全部都贴那把这个品牌 logo 男性向商品的 logo 全部都贴在胸部上面一点，然后加穿低胸拍照，就这样就种草种草你找啦啦队队员没有比较贵呢，真的是没有比较贵呢，反而是有一些不知名网红就是他 IG 大概也就4万5万人，很贵呢，他们收钱起来收很贵呢那你找那个还没红的那个，你跟球团谈还好呢，那个价格我们都探听过，其实还好。当然我不知道你日后多久后看到我这支影片，你到时候你再去问的价钱会怎么样，但还好啦啦队啦啦队他们也不是说要赚多少钱，他们是想要红了以后才会带来海量的赚钱的机会，就那个嘛80-20法则嘛，就顶尖的啦啦队员赚很多钱，你可以去找那个还没红起来的问题是我还不知道谁还没红起来，那你就拿了3万块行销预算，然后拆成10笔3000块，然后就贴纸叫人家去拍照，还可以吧？这个是个很合理的商业策略，对吧？大概就这样。我是电商 Tony 陈，我想要将我会的电商营运技术，慢慢透过拍影片分享给台湾零售中小企业，提升台湾电商的实力，让台湾的好商品卖到全世界去，做出台湾的国际品牌。那品牌电商的起点就是自家购物官网。你们家需要架设品牌电商官网，我推荐 Cyberbiz 官网，仓储跨境 POS 一次搞定。很多国内的大品牌商都是使用 Cyberbiz 的电商系统。要做自家品牌电商官网，不知道从何开始，我提供给你便宜又好用的系统，资讯栏有连结，点进去填写完联系资料，我会打给你，看看你是遇到什么问题，那你也可以准备好问题来问我。Cyberbiz 让你少走弯路，多多赚钱。记得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我会持续分享更多电商的资讯。我是电商 Tony 陈，我们下集影片再见。